叶枫离开陈少家后，陈少回到了陈老的书房。这个时刻，陈老正在窗边静静的品茶，似乎在等待陈少的汇报。陈少走进书房，然后说道：“爸，叶枫现在已经离开了。”陈老点了点头，示意陈少坐下，然后缓缓地说：“叶枫能在许家与吴影打成平手，说明他的武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，而他又能以小丑忍者的身份让温、吴两家暂时无法与我们陈家为敌，这更是显示了他的智慧。”陈少听完后，不由得有些自责地说：“爸，是我错估了叶枫的能力，以前一直以为他只是个有些本事的外卖员而已。”陈老点了点头，叶枫若真能成为我们陈家的朋友，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件好事。陈少仔细听着陈老的话，心中却有着各种计划在酝酿。如果我们能够得到那块命运之石，不但能够进一步提升我们陈家的地位，还能让叶枫成为陈家的棋子。他的能力对我们陈家来说绝对是一把双刃剑。陈老轻轻放下茶杯，看着陈少，如果我们能够巧妙地运用叶枫的力量，的确能为我们陈家带来不小的好处。不过记住，与叶枫相处时，更要施以诱饵，同时给他足够的尊重和信任，这样他才会真正成为我们陈家的利器。爸，我了解了。我计划首先建立与叶枫的信任关系，给他足够的空间和机会来展示他的实力，这样在不知不觉中，他就会被我们陈家的利益所绑定，也会因为其带来的利益而选择留在我们陈家。陈老满意的点点头，只要处理得当，叶枫就能成为我们陈家的宝贵资源。但记得，人心难测，我们也要有备无患。叶枫是个聪明之人，我们不能让他察觉到我们的真实意图。陈少神色一正，表示理解。我会注意的，爸。叶枫不是普通人，我会谨慎行事。陈老再次端起了茶杯，目光投向了窗外的远方。叶枫在离开陈少家后，他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他对命运之石的搜索充满了焦虑。命运之石对叶枫而言，不仅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关键，更是治愈妹妹的唯一希望。几天后，陈少提供了关于命运之石可能下落的线索给叶枫。据陈少所说，有传言称命运之石最近出现在了西山深处的一个古老废墟中。这个信息虽然不是十分确凿，但对于叶枫来说，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。叶枫立刻开始了他的新旅程。他一路上闯过重重障碍，终于来到了西山的脚下。西山以其险峻著称，古老的山路弯弯绕绕，似乎隐藏着无数的秘密。叶枫沿着狭窄的山路向前行走，经过半天的跋涉，叶枫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废墟所在。在他面前展开的是一片庞大的古代遗迹，破败的石柱和斑驳的墙壁诉说着这个地方曾经的辉煌。叶枫心中一动，他能感觉到这座废墟中蕴含着某种特别的力量，这让他更加确信命运之石就在这里。叶枫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废墟，每一步他都极为谨慎。他利用自己的透视神眼，一点一点地搜索着可能隐藏命运之石的位置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叶枫却始终没有发现什么线索。就在他有些灰心，打算退出废墟时，他脚下的地面突然发生了轻微的变化。叶枫立刻停下脚步，小心地清除地面上的覆盖物。一个奇异的图案慢慢展现在他的眼前。图案中心，一块大小如掌的石头静静地躺在那里，石头散发出淡淡的光芒，就像是星辰的微光。叶枫激动地将那块石头拿在手中，他能感觉到这块石头与众不同，仿佛有一股温暖的力量流入他的身体。他心中一片欢喜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命运之石？就在这时，石头上突然闪现出一道光芒，光芒之中，一个模糊的身影慢慢显露出来。身影似乎是个古老的修仙者。叶枫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个模糊的身影，他的心跳加速。古老的修仙者身影变得更加清晰，他的脸上充满了岁月的痕迹。叶枫，你是一个有缘人，这是力量之石，它能赋予拥有它的人非凡的力量。然而，要正确地运用这力量，需要强大的意志和深厚的内力作为基础。叶枫听着修仙者的话，
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。请问前辈，你能传授我如何运用这力量之石的方法吗？修仙者点了点头，我可以传授你基础的运用方法，但真正如何运用这力量之石，还需要依靠你自身的探索和悟性。修仙者伸出了一只手，手掌之中有着淡淡的金光流转。叶枫感觉到一股温暖而强大的能量从修仙者的手中流入自己的体内，开始环绕着力量之石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共鸣。随后，修仙者的身影开始变得模糊，光芒逐渐消散。叶枫沉默片刻，开始按照修仙者传授的方法运用起力量之石。渐渐的，他感觉自己的确有所突破，他的修炼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。他知道自己终于迈出了进入修炼终极阶段的关键一步。有了力量之石的助力，叶枫对改变自己和妹妹的命运充满了信心。经过了数日的深入修炼和对力量之石的探索，叶枫的实力有了显著的提升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入了叶枫的耳中，在江城即将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中，传说中的命运之石将会作为拍品之一亮相。这个消息如同春风拂面，瞬间点燃了叶枫心中的希望之火。他知道，这可能是他寻找命运之石的最好机会。为了能够争取到命运之石，叶枫开始做起了准备。因为不仅仅是他，江城内其他几大家族陈、许、李、苏家都将参加这场拍卖会，并对命运之石虎视眈眈。拍卖会的日子很快就到了，叶枫化身成一位普通的拍卖会参与者，踏入了拍卖会的会场。陈、许、李、苏四大家族的代表也各自就座，精英荟萃，气势非凡。会场充斥着紧张而又期待的气氛，每个人的目光都在寻找着那传说中的命运之石。随着拍卖环节的一项项推进，终于轮到了所有人都翘首以待的命运之石。拍品被慎重地带到台上，只见那块石头大小如掌，散发着淡淡的光芒，吸引了全场所有人的目光。一时间，整个会场陷入了一片沉默中，仿佛大家都在等待着什么。拍卖师宣布开价，这才打破了会场的寂静。一瞬间，各大家族代表纷纷举牌竞价，价格如数倍增般急速攀升。叶枫也参与其中，但很快发现，要在这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。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叶枫的承受范围。就在叶枫几乎要放弃的瞬间，苏家的代表，也就是那位之前与叶枫有过几面之缘的苏倾城站了出来。他优雅地举起了手中的牌子，开出了一个惊人的价格：我出1个亿。随着苏倾城出价1个亿，场内的气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。叶枫感到了重压，明白自己独自一人很难竞争得过来自4大家族的强大财力。陈少也不甘示弱，举起牌子喊道：我出1个亿1000万。他的声音坚定，显示出陈家对于获取命运之石的决心。许家的家主紧随其后，喊价1个亿2000万。许家作为江城的古老家族，自然也不愿意错过这唯一的机会。他们明白命运之石的价值，并决心将它收入囊中。李家孙女也参与了竞价，几乎是在许家出价的声音刚落时，他就喊出了一个更高的价格：我出1个亿3000万。李家凭借着雄厚的财力，展现了他们的竞争实力。在苏家的代表苏倾城看到价格不断被抬高时，他微微皱了皱眉，但很快便恢复了平静，优雅地再次举牌，声音清冷而坚定：1亿5000万。他的举动似乎是在告诉其他竞争者，苏家也是志在必得。叶枫见状，深知自己即便再怎么努力，也难以与4大家族在金钱上抗衡。他没有举牌，转而思考着其他可能的策略，找到入手命运之石的另外一条路。而就在这时，拍卖师清脆的声音再次响起：1个亿5000万。第一次1个亿5000万，第二次在即将宣布1个亿5000万，第3次的刹那，突然会场后排传来一个声音，淡定而自信2亿。这个声音如同平地起雷，使得整个会场再次陷入一片轰动。人们的视线循声望去，只见在角落中站着一位不起眼的身影，那正是叶枫。叶枫明知自己并没有那么多金钱，
但他必须打乱现场的节奏，找到获取命运之石的新机会。叶枫的出价不仅仅是一个数字，更是一种策略，是他心中早已计划好的第一步。四大家族的代表面面相觑，他们没想到叶枫在价格如此之高时突然出手，尤其是苏倾城，他看着叶枫的目光中带着几分复杂的神色，似乎在思索着叶枫背后的意图。此刻的叶枫并不是真的想通过正面竞争得到命运之石，他需要的是时间和机会，找出获取命运之石的另外一条路。就在全场的目光聚焦在叶枫身上时，丽丽突然走向前，投向叶枫一瞥冷嘲热讽的目光，她的声音充满了讽刺：“这不是我们的英雄叶枫吗？真是勇气可嘉，竟然敢在这样高的价格上出价！你真的以为你有能力拿得起命运之石吗？还是你只是在这里摆个姿态，想要证明什么呢？”丽丽的话引起了旁人轻笑，丽丽的尖锐声音划破了会场的紧张气氛。她挑衅地看着叶枫，说：“到底，拍卖会还是要看金钱的，你真的有2亿吗？如果拿不出来，按照拍卖的规则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的腿可要小心了。”在场的一些人闻言都是露出了不屑和期待的神色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相信叶枫真能拿出这么巨额的资金，毕竟叶枫的来历他们都相当清楚，一位普通的外卖员如何能有如此庞大的财力？拍卖师听到这话也不得不正色，他按照规矩礼貌而严肃地询问叶枫：“叶先生，麻烦请您提供资金证明，如果无法完成支付，我们将不得不按照规则处理。”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叶枫身上，期待着他如何应对。就在这时，人群中缓缓站起一位身影，是江城首富李老。李老缓缓走到叶枫的旁边，他的到来立刻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。李老看向拍卖师，声音沉稳而坚定：“我李家愿意为叶枫先生支付这2亿的款项。”一时间，会场内的议论声更加响亮，所有的目光都转移到了李老的身上。李家作为江城的首富，拥有强大的财力，此举虽然令人震惊，但也在情理之中。毕竟李老此前为叶枫所救，而且对叶枫的实力和人格有相当的认可。丽丽和其他几家的代表看着李老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不禁脸色变幻，尤其是丽丽，刚刚还在质疑叶枫的她，现在却不得不面对这个让她哑口无言的现实。拍卖师接过李老提供的资金证明，确认无误后，宣布道：“李老的资金已经到位，按照拍卖规则，命运之石归叶枫先生所有。”叶枫对李老表示了感激，李老眼含笑意，对叶枫说道：“叶枫，你是一个难得的英才，你妹妹的病情我也有所耳闻，我李家愿意助你一臂之力，希望未来我们能有更深入的合作。”会场上，4大家族的代表们围绕着他。李家的李梦雪首先微笑着开口：“叶枫，好久不见。”叶枫回以微笑：“是的，李梦雪，没想到今天能在这样的场合再次见到你。”李梦雪温柔地点了点头。李梦雪的目光落在叶枫脖子上那块玉佩上，玉佩的翠绿光泽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温润，仿佛蕴含着特殊的意义情感。她微微一笑，眼中闪过一丝温柔的光芒：“看来你还保留着我赠你的玉佩，真是令人欣慰。”叶枫轻轻地抚摸着玉佩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回忆之色。这玉佩一直陪伴在我身边，无论是在最困难的时候，还是取得成就的时刻，它都给了我力量。它不仅仅是一件宝贝，更是我与你之间珍贵的纪念。李梦雪微微颔首，并未多言，却在心中默默地期待着与叶枫拥有更多的交流。看到这一幕，苏倾城的目光复杂地在叶枫和李梦雪之间徘徊。他看到叶枫对李梦雪赠予的玉佩如此珍视，心中不免生出了一丝嫉妒，但是他很快便强行压制了这种情绪，代之以一种深藏的关心和柔和的笑容。等李梦雪离开之后，苏倾城慢慢走到叶枫身边，他的声音柔和：“叶枫，好久不见。”叶枫回望他，苏倾城：“是的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”苏倾城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微笑，他轻柔地继续说道：“其实我今天来到这里，原本也是希望能拍到那块命运之石，想要送给你，
作为一份力所能及的帮助。我知道那块石头对你意义重大。他顿了一顿，语气中带着一丝遗憾，但是面对李家的庞大财力，苏家的资金实在难以匹敌。看到李老亲自出面，我知道再竞价也只是徒劳。叶枫听到苏倾城的话，心中暗感感激。他认真地看着他，真诚地说道：“苏倾城，你有这份心已经足够了。我很感激你愿意为我做出这样的努力，你的这份心意我会放在心里的。”苏倾城略带犹豫地问道：“我想问一下，你与李梦雪之间？”叶枫注意到了他的表情，他温和地回答：“李梦雪和我可以说是相互尊重的朋友。那块玉佩是他曾经在一次重要时刻给予我的信物。李梦雪是我的朋友，就如同你也是。我珍视你我之间的友谊。”苏倾城听到叶枫这么说，心里的那点微妙的情绪似乎有所缓和。许家的家主许云天与他的女儿许莲心缓缓走了过来。许云天对叶枫说道：“叶枫，我听莲心提过你很多次了，她告诉我你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年轻人，我很高兴今天能亲自见到你。”许云天的话语沉稳而充满了认可，他的目光定格在叶枫身上，仿佛想要从叶枫身上寻找到莲心口中提及的那些优点。旁边，许莲心的表情柔和，她的微笑中带有一丝敬意和仰慕。叶枫回以礼貌的微笑：“许家主，许小姐，谢谢你们的夸奖。”许云天对叶枫说道：“我这女儿从小就骄纵任性，喜好学武，没有一点女孩子的样，还不曾听她如何赞美过哪个青年，唯独只有你。她天天挂在嘴边，叶枫叶枫的。看来叶小友要多多来许家走动走动才是。”许家家主这话听得许莲心一脸通红，小手不知道要往哪里摆。叶枫察觉到许家父女之间的微妙气氛，他看着许莲心脸颊上的红晕，心中略感窘迫。他知道许家主的话语既是对他的赞赏，也是在为女儿设下一道桥梁，使双方能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。许家主，许小姐，如果我有机会为许家出力，我自然是求之不得的。许莲心对我的评价如此高，我倍感荣幸。您的女儿不仅才华横溢，而且勇气超群，相信这些都是她的优点。叶枫适时地转移了话题，想要缓和许莲心的尴尬之感，同时也表示出了他对许莲心的赞美和尊重。许莲心听到叶枫这样回应，微微抬头，他的目光穿透羞涩和感动，同时也流露出一种对未来可能存在的某种期待。许云天又言道：“叶先生，在江城中，你的名声我已经听得如雷贯耳。如果您愿意，我家也乐于与您建立更深一步的了解与友好。”叶枫轻轻地点了点头，他微微一笑，心中对许家的好感又增了几分。许家主，许小姐，我将非常期待与您们进一步的交流，希望我们未来能有更多的合作机会。叶枫告别了各个家族的重要成员后，带着命运之石，准备往下一个阶段进行仪式前的准备。